正所謂誰亦試過戀愛都必失過戀，相信在座嘅各位咧都會有分手嘅經歷嘅。但係好多時候咧，一個同我哋共同行咗人生其中一段章節嘅人啦，有時候我哋真係要送佢走咧，係唔係好捨得㗎？喺呢個時候咧，我哋應唔應該做朋友，或者繼續同對方發生性行為呢？今日咧，我哋會嚟講下分手心理學，去講下點解有一啲人咧會選擇分咗手之後，仍然會想做朋友，同埋如果你係經歷緊呢啲情景咧，究竟我哋需要考慮啲乜嘢，決定繼唔繼續同對方再見亦是朋友呢？如果大家第一次收睇呢個頻道嘅話咧，你好啊，我係主持 Peter。喺5分鐘心理學入邊咧，我哋次次運用心理學同香港人同行，使得我哋能夠運用知識去回應各種生活關係以至社會對我哋嘅揭問 ，Building resilience for the times。好，我哋今日咧即刻翻到嚟我哋嘅主題啦。究竟分手我哋應唔應該要做朋友呢？咁要解答呢個問題之前咧，其實我哋不妨了解下點解究竟分咗手仲要做朋友嘅原因啊。咁一份研究咧，其實指出咧可以有4項因素嘅。第一個因素咧就係安全需要 （security）。例如我當一對情侶拍拖嘅時候咧，好多時候我哋會成為對方嘅保護者、照顧者。咁段關係完咗，如果你仍然想對方去做呢個角色嘅話咧，呢個就係 security 安全性嘅需要啦。第二個咧就係 practicality 啊，亦即係現實考慮。正所謂愛情係兩個人嘅結合，就算分開咗之後咧，好多嘢都會藕斷絲連嘅。例如當拍拖嘅時候，短至可能你借咗本書俾佢啦，有一部相機係大家一齊用，唔知還翻俾邊個都好啦。咁好似我哋之後繼續維持一種朋友嘅關係咧，就相對上易去處理呢啲現實考慮喎。或者未必係喺拍拖階段嘅，當你結咗婚嘅時候，可能會共同去撫養一啲子女。為咗解決一啲現實需要而選擇繼續維持朋友關係咧，就係 practicality 呢個原因啦。跟住第三個分咗手都仍然做朋友嘅原因咧，就係 civility 啊，社會性考慮。咁呢樣嘢係指啲乜嘢咧？就係我當你同你嘅前度咧，可能係同一班莊友嚟嘅，或者甚至可能係辦公室戀情嘅話咧，就係你同事嚟嘅。咁你發覺咧，就係其實如果繼續同對方做朋友咧，其實影響個 social circle 嘅影響咧就唔會咁大嘅。即係某程度上係為咗保護嗰種和諧啊，所以我哋需要同對方繼續係做朋友，因為大家係同一個 social circle 啊嘛，總冇可能日日面咗咁樣見噶嘛。咁如果因為呢種原因而選擇繼續做朋友嘅咧，就係 civility 社會性嘅需要啦。最後一種，而我覺得都可能係最多人選擇同前度做朋友嘅原因咧，就係 unresolved romantic desires， 亦即係一啲未解嘅情慾需要啊。咁呢樣嘢當然可以係指性啦，亦都可以係指嗰種好深入嘅心靈交流。咁你同對方唔再係情侶關係，但係又想繼續去滿足呢種情慾上面嘅需要喎，咁咪繼續做朋友，或者甚至再進一步話咧，可能做 SP 或者係 friends with benefits 咁樣，就可以繼續滿足到啲需要啦。咁得知道呢啲原因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開始去問自己，其實我同對方選擇去做朋友係出於啲乜嘢需要呢？同埋呢樣嘢對我嚟講係好啊，定係唔好呢？我哋應該一刀兩斷啦，定係繼續同對方做朋友呢？咁我相信呢個答案咧，好多人嘅答案都會係 it depends。而當我哋實際上睇一啲研究文獻嘅時候咧，個答案亦都好可能係 it depends 啊。呢份 paper 咧其實指出咧，當我哋同一個前度繼續去做朋友嘅時候咧，係可能有一啲好處同埋唔好處嘅。例如其中一啲唔好處咧，就係包括咧會有一種妒忌心啦，同埋亦都衡量過就係多數你同前度嗰個朋友關係為你帶嚟嗰種朋友嘅滿足感咧，係會不如你同其他朋友俾你嗰種滿足感嘅。咁樣嘢當然都好易理解啊，因為你同對方之間咧其實經歷過一段親密關係，俾你嘅又點會好似係你同其他朋友俾你嘅純純的友誼啫？自之然咧，其實係摻雜咗非常之多情感嘅。例如去討論一個因素就係 jealousy， 我當你同佢之間係朋友啦，但係你發覺佢同另外一個異性朋友過從甚密，呢個時候你仲可唔可以壓抑自己嗰種妒忌嘅情緒呢？你會發覺你既唔係一個 position 可以去 comment 呢樣嘢嗰度，但我相信你見到啲畫面，其實或多或少都可能會感覺到唔爽噶嘛。眼白白地睇其他人去發展一段親密關係，特別一個你在意人呢，其實我感覺係真係唔係咁好受嘅。咁呢個係唔好處，但係其實點解我哋仍然要 keep 一啲分咗手之後嘅朋友關係呢？其中一個好大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佢可以保護我哋分手嘅傷痛啊。當我哋去建立一段親密關係嘅時候咧，其實咧我哋係將自己人生、我哋自己情感需要 attach 喺其他人嗰度啊，包括我哋被人明白嘅需要啦，我哋性嘅需要啦，或者甚至我哋關係上面嘅需要。
咁當嗰個人同我哋分咗手之後咧，其實咧我哋係完全失去晒呢啲 attachment。咁其實咧對我哋嚟講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傷痛嚟嘅。咁點樣可以令呢樣嘢緩和少少咧？就係其實係做一個朋友，或者甚至可能係有性關係嘅朋友嘅關係咯。咁樣你雖然冇咗正式嘅情侶關係，但係有一啲嘢你仍然會喺度嘅，包括可能你仍然可以同對方去討論一啲好深入嘅話題，或者甚至去做愛等等，滿足到呢一啲本來係情侶關係俾到你嘅需要，但又勉強咗一啲你哋係情侶關係嘅責任。咁但係係咪代表呢樣嘢係一定好呢？正所謂天下嗰度咧就冇白吃嘅午餐嘅。俗語有云，當你跌得越痛咧，其實你會成長得越快。呢樣嘢咧亦都係有研究指出係咁。其實一個好痛苦嘅分離咧，係我哋人生中其中一個成長嘅關鍵嚟嘅。因為當你經歷過一啲非常之痛苦嘅片段嗰度咧，你就會開始反思自己好多嘢。究竟我係咪一個好嘅伴侶呢？我可以點樣對對方對得好啲呢？咁某程度上呢啲深刻嘅反省咧，都會令你成為一個更加好嘅人啦。但係當你去減輕咗呢個分離嘅傷痛嘅時候咧，好難免地，其實佢亦都係減低咗呢個分離嘅學習啊。咁除咗 keep 唔 keep 友誼之外呢，可能大家仲會有一個問題，就係分完手之後，我仲應唔應該同對方上床呢？咁睇嚟呢樣嘢咧喺香港度就冇乜 local 嘅研究，但喺外國嚟講呢，其實的而且確係有唔少人，大約1/4人度咧會同自己嘅前度去繼續發生性行為嘅。呢樣係好定係唔好呢？其實亦都有啲研究去探討呢樣嘢嘅。首先講一講就係點解我哋要分咗手之後仍然同對方去發生性行為啦。有一啲研究咧歸納咗主要係3項因素嘅。第一個咧叫 ambivalence factors， 亦即係嗰種有少少懷疑自己。你諗下，如果有人同你發生性行為咧，某程度上意味住你係一個能夠同其他人親密嘅人。咁你為咗滿足自己呢種需要咧，你可能會想同對方去發生性行為嘅。第二種咧就係享樂主義 hedonic needs 啊，咁呢個相信唔使講啦，就係為咗爽咯，好簡單。第三個因素咧就係 relationship maintenance 啊，亦即係想維繫嗰段關係嘅因素。做愛咧係一個令到雙方嘅情感 connect 得非常之親密嘅活動嚟㗎。咁如果你分咗手之後咧，仍然想同對方維繫一段關係咧，性當然係其中一樣有用嘅方法啦。咁嗰份研究亦都進一步指出咧，其實男人同埋女人分完手之後做愛咧個動機係有少少唔同嘅。男人咧會比較傾向咧享樂主義，同啱啱講嗰種 ambivalence factors 啊，亦即係嗰種有少少懷疑自己嘅情況，同自己嘅前度去發生性行為嘅。咁而喺呢兩項因素嗰度咧，其實女性都比較低嘅。咁但係至於呢樣嘢，其實對我哋嘅關係係咪一定係差呢？其實一份研究有發現未必。佢發現當一對前情侶分咗手之後仍然做愛嘅話咧，佢哋同對方嘅 emotional attachment 咧固然係會強啲嘅，但係佢發覺咧，其實呢樣嘢係唔會太影響佢其他分手後復原，包括嗰個減低自己傷心嘅程度啦。因為即係隨住分完手之後，你分手就最痛啦，跟住個痛 suppose 係會慢慢減低嘅。佢發覺分完手之後嘅性愛咧，又未必會太影響呢啲咁嘅片段喎。嗱，咁我哋啱啱講咗好多研究啦，大家會發現到咧，其實好多都係一啲眾說紛紜嘅東西嚟嘅，有啲好處，亦都有啲唔好處。咁當如果我哋自己要面對呢個問題嘅時候，其實我哋應該點樣去下一個好好嘅判斷呢？我覺得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去問自己，就係你想喺分完手嗰段朋友關係裏邊得到啲乜嘢？係你真係覺得對方係一個好好嘅靈魂伴侶，你想同對方去繼續 keep your connection 啦，定係你會希望透過分完手之後嘅友誼，甚或至係性愛，重新去挽回嗰段關係呢？咁冇話得或者一定唔得嘅。咁但係當你諗清楚自己嘅目標嘅時候呢，你就可以按呢樣嘢去衡量應唔應該繼續呢一段關係啦。例如你純粹真係 enjoy 嗰段關係本身嘅，咁可能你要衡量嘅就係呢樣嘢會唔會影響我同其他親密伴侶嘅發展啦。或者正所謂再見亦是朋友，做朋友你梗係要關心佢啦。呢樣嘢又會唔會影響對方呢？如果唔係嘅，你希望揾呢個分手後友誼，甚或至係性愛作為一個挽回段關係嘅手段，你有冇為自己 set 一個清晰嘅 timeline？我需要幾多時間去完成呢樣嘢？如果唔得嘅話，我就會放棄呢段關係啦。因為如果呢個係一個無了期嘅付出呢，其實亦都可能會好影響你或者對方去發展下一段關係，或者走出呢段關係對你嘅影響嘅。再者啱啱分享過好多分咗手之後仍然喺埋一齊嘅因素啦，大家需要 consider 一個好緊要嘅 factor 呢，就係其實大家對方選擇去維持呢段分手後友誼嘅動機係咪一致呢？如果動機係一致嘅話呢，亦都可能比較容易去處理。
但係如果動機係唔一致嘅話咧，好容易會產生好多對雙方都嚟講都非常之差嘅結果嘅。例如你係想透過呢樣嘢挽回佢嘅，對方就講得難聽啲，佢純粹想去揾你發泄下佢嘅性慾啫。咁自自然然，如果你喺呢段關係咧，你就會非常受傷啦。再者，其實根據愛情三角理論啊，多數情侶拍咗拖好耐之後咧，嗰種性愛嘅吸引力咧，亦都會漸漸下降嘅。剩翻落嚟啦，可能比較可以日漸增長咧，就係 intimacy 親密感同埋承諾，亦即係 commitment。亦都有一個研究發現咧，就係當一對情侶拍拖嘅時候，關係越好啊，即係好親密嘅，冇乜太多拗撬嘅，雙方嘅情感聯繫好強烈，好關心對方嘅。其實某程度上，呢種咁珍貴嘅關係資源咧，係可以延續到佢哋分咗手之後做朋友嗰種關係嘅。咁呢啲可能就大家真係透徹理解完大家之後，段關係升華咗，可能你發現雙方係對方嘅靈魂伴侶嘅，但係未必喺呢個社會度係一種合適嘅情侶關係。咁有啲時候，如果我哋喺人生入邊揾到一兩個呢啲咁嘅伴侶，可能其實亦都未必係一件壞事嚟噶。我哋今日5分鐘心理學就差唔多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中意我哋講多啲愛情嘅議題。如果大家對心理學有興趣嘅話咧，就記住 subscribe、like 同埋 share 我哋嘅頻道啦。除咗睇我哋嘅 YouTube 之外，如果你想更加多去運用心理學去令自己進步，更加有智慧咁去處理自己關係、事業同埋社會上嘅議題咧，我都想邀請你加入 MindForest。喺 MindForest 入邊咧，我哋會有諮詢服務、各種會員活動同埋各種深入嘅心理學資源。咁我哋相信知識就是力量。透過心理學咧，其實我哋可以一點一滴咁去累積自己個人成長嘅。如果你對呢樣嘢都有興趣嘅話咧，我希望喺 MindForest 嗰度見到你。我哋今日嘅時間就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正所謂一夜夫妻，唔係呢個，唔係呢個，正所謂呢個可以剪落花絮嗰度啊！再嚟。